优秀的人从来不会输给心情，直面焦虑，你会更强大。做自己的心理医生，认识自己，与自我对话，选择你想要的人生。你为什么会生气？你对自己的心理状况了解多少？《三国演义》里武乡侯骂死王朗，自然是小说的演绎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，因为与人争执而情绪激动到生病乃至于殒命的却并不罕见。苏格兰人约翰·亨特是英国病理解剖学的奠基人，他是第一个成功进行动物器官移植的医生，被视为当时最伟大的医学工作者。然而，这样一个伟大的医生却治不好自己的病。亨特的病就是情绪失控，他的脾气非常暴躁，常常处于情绪亢奋的状态。久而久之，他患上了心脏病，冠状动脉也有严重问题。对于自己这些问题，亨特并不是没有意识，他就经常和周围人开玩笑说，谁要是想杀掉我，只要激怒我就行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他就有好几次因为和妻子吵架而进了医院。后来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，一位同行和他无意间的争吵，让亨特瞬间血压升高，导致冠状动脉栓塞，最后抢救不及，病逝在了去医院的路上。一代医学大师真的就这样被气死了。想必大多数人没有想过将情绪和生命这样严肃的事情联系在一起，但其实像亨特一样因情绪问题而失去生命的情况并不少见，所以情绪问题已经上升到让我们不得不重视的程度。其实不只是这种争吵中的负面情绪问题，那些因为打麻将胡牌而猝死，因中彩票而血压上升被送进医院的事情，我们不也是屡见不鲜吗？情绪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个瞬间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乃至于生命。那么什么是情绪呢？我们很少直接说情绪这个词，我们日常用的比较多的是我心情不错，我感觉有点难过。我们表达的是一种情绪，但我们用的心情、感觉这类词汇并不能和情绪画上等号。情绪是对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通称，是多种感觉、思想和行为综合产生的心理和生理状态。情绪包含着表层、核心和机制的内容，它通过面部表情、言语声调、肢体动作等形体活动表达出来，因此也是我们识别他人情绪、情感的重要线索。研究人员通过观察婴儿的面部表情，发现哭、微笑、大笑这3种不同的行为在婴儿时期就可以表现出来。先天性眼盲的儿童表现这3种行为的形式和那些视力正常的儿童是一样的，这也就说明这些情绪是先天的，不需要学习就会的。另外，研究者还通过下面这个实验排除了种族对表情的影响。他们对美国和日本5到12个月大的婴儿进行了研究，将每个婴儿的手腕抓住并交叉叠放在腹部，然后将每个婴儿的反应都拍摄下来。结果发现2个不同种族的婴儿在面对这种情况时，面部肌肉运动的方式是相同的，都是痛苦的表情。也就是说，有些情绪在全世界都是用同样的形体活动来表达的。我们用于表达情绪的方式中，用的最多的还是语言，但如果情绪非常复杂，语言有时都很难将其准确地表达清楚，那我们会用肢体动作来进行辅助。有时我们会随着音乐自然地摆动身体，我们这时的情绪会随着音乐而变化，这种情绪可能很难用确切的语言说出来，于是我们的身体就代替语言把感受表达出来了。我们的语言有时会出于礼貌或者其他主客观因素而撒谎，但我们的身体不会。
一些下意识的情绪会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从身体里流露出来。那么，情绪是怎样与生命链接的呢？当情绪冲刺在我们的内心时，它往往会以某种非建设性的行为表达出来，表达的结果就是使人生病。长期处于愤怒当中的人，往往容易患上三叉神经痛，这是有其内在机理的。三叉神经是脑神经的组成之一，人的情绪是需要通过脑神经传递的，而愤怒，尤其是暴怒，是对脑神经强烈的刺激，严重时甚至会导致脑神经紊乱。我们做一个比喻，一条河流本来缓缓地流淌，即便偶尔有涨水，也是缓慢的、可控制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河床是不会遭到损坏的。然而，突然间遭遇到上游水库开闸放水，瞬间不可控制的水量进入河道，那么河床就必然会被破坏。愤怒就是一种短时间的强烈刺激，这种刺激让脑神经瞬间进入亢奋状态。这种情况经常出现，就会导致包括三叉神经在内的脑神经压力过大，因而让人头疼。脑神经还包括视神经等，因而我们常听说被气得眼前一黑，也是出于同样的生理原因。因此，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情绪产生之后是不会凭空消失的，它需要主动或被动地释放出去，或者主动以行为或语言的形式表达出去，或者被动释放在我们的身体当中，从而给人造成种种负面的影响。情绪是每个人都有的，是人正常的生命活动，它表现在人的言行举止、表情动作上，影响人对他人他事的态度和方法，最终也会影响到人自己的生命健康。